从1949年算起，到今天2026年，两岸分治已经超过76年了。76年是什么概念？联合国从51个成员国扩张到193个，人类从螺旋桨时代飞进了太空时代，冷战从开始到结束，再到世界进入新冷战，苏联都已经解体30多年了。可偏偏一条平均宽度不到200公里的海峡，愣是把14亿人口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挡在对岸。北京方面每隔几年就高喊一次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军舰飞机3天2头绕台巡航，可必然了70多年，台湾不仅没有被统一，反而越走越远，越活越自信，甚至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打下了一片不可撼动的江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更诡异的是，2021年3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国会听证会上抛出了一个震撼全球的时间窗口。他说，北京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这个判断后来被称为戴维森窗口，搞得全世界紧张兮兮，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分析师们纷纷预测战争会不会在某个凌晨突然爆发。结果呢？2026年3月，就在几天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中白纸黑字写注，情报界评估北京目前并未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也没有固定的统一时间表。不过报告也指出，北京认为必须在2049年之前完成统一，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民族复兴目标。换句话说，连美国情报界自己都修正了判断，戴维森窗口基本上被否定了。那么这70多年来，中国到底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为什么堂堂世界第2大经济体，军费开支全球第2，拥有200多万常备军力的大国，面对一个面积只有 3.6 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400万的岛屿，竟然束手无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倒带到1949年那个风云变色的年份，从头说起。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率领残部退守台湾，带走了大批黄金、故宫珍宝和60万大军，准备做最后一搏。当时的局面是什么样的？解放军刚刚横扫大半个中国大陆，从东北到华南势如破竹，百万雄师渡长江的气势还历历在目。对毛泽东来说，台湾不过是内战的最后一个句号，是餐桌上最后一道甜点。事实上，早在1949年年中，中央军委就已经开始筹备渡海作战计划。据历史记载，当时预计动用约5000艘各式船只，包括货轮、机动帆船、舢板，甚至还有从长江里打捞上来的二战时期沉没的船舰。3万多名渔民和水手被征召入伍，准备把几十万大军送过那条被闽南人世代称为黑水沟的台湾海峡。听起来胜券在握，对不对？然而历史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49年10月25日，就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仅24天，解放军发动了金门战役，也就是著名的古宁头战役。9000多名解放军官兵搭乘简陋的木船和帆船，趁着夜色冲向金门岛。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军队在岛上严阵以待。更糟糕的是，涨潮让大批登陆船只搁浅在滩头，第二波增援部队根本无法跟进。3天激战之后，登陆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超过9000人。这一仗打碎了解放军木船也能打天下的神话，也给北京高层浇了一盆透心凉的冰水。原来渡海作战和陆地推进完全是两码事。你可以靠人海战术和游击战打赢淮海战役，但你不能靠木船和革命豪情征服一条风急浪高、暗流汹涌的海峡。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放弃。1950年上半年，解放军重新整顿，开始在东南沿海大规模集结兵力。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1950年的夏天很可能就是解放台湾的地日。然而意外还是来了，而且是一个彻底改变整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天大意外。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韩军队越过38度线，以坦克和步兵组成的铁流全面入侵南韩，韩战爆发了。仅仅2天之后，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做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历史性决定，他下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立即开进台湾海峡，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
杜鲁门在声明中说了一段非常关键的话，大意是北韩的侵略已经说明共产主义不再仅限于颠覆手段，而是开始使用武装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因此他命令第7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攻击。这道命令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美国的航空母舰、驱逐舰、巡洋舰如同一道钢铁长城，横亘在台湾海峡的碧波之上。从此，台湾的命运不再只是两岸的事，它一夜之间变成了冷战棋盘上的一枚关键棋子，从中国内战的残局升级为美苏对抗的前线。第7舰队在台海持续巡防了整整30年，直到1979年台美断交才正式撤离。但即便撤走了，台湾海峡仍然被划入第7舰队的巡弋范围。1954年，美国和中华民国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8年823炮战期间，美军协助护航。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时，更是一口气调来尼米兹号和独立号2个航母战斗群。这是越战结束以来美军在东亚最大规模的海上力量展示。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当年在韩战爆发第3天就发表声明，愤怒谴责，说美国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但愤怒归愤怒，面对美国的钢铁舰队，北京能做的只有等待。毛泽东后来在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台湾事小，国际事大。毛甚至对基辛格说，台湾现在由美国代管比较好，100年以后再说。你看，连打下江山的开国领袖自己都给后人定了调。邓小平当时就站在毛泽东身边，听到了这番话，所以邓小平掌权之后基本延续了这个战略思维，既没有做武力攻台的部署，也没搞什么军事冒险。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构想的逻辑听起来挺美好的，台湾回归之后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军队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邓小平甚至比任何之前的领导人走得更远，提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为了给台湾做示范，北京先在香港搞了一国两制的试验田。1997年香港回归，全世界都在看。最初几年确实还可以，香港的繁荣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北京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点一点蚕食香港的自治权。先是干预特首选举，然后是收紧对媒体的控制，接着是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到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200多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北京的回应是什么？2020年强推港版国安法，一夜之间把香港的自由空间压缩到几乎为零。反对派政治人物被逮捕入狱，独立媒体被迫关门，大学教授因为课堂言论被解聘，甚至连纪念6·4的烛光晚会都被禁止了。承诺的50年不变才过了23年就彻底食言。香港的悲剧对台湾民意的冲击是核武级的。如果说之前台湾人对一国两制还抱有1%的幻想，2019年之后这个幻想就彻底归零了。你跟台湾人谈一国两制，他们会立刻回你4个字，看看香港。这4个字比任何政治论述都更有说服力。事实上，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英文能够以史无前例的817万票高票连任，香港因素功不可没。很多原本对政治冷漠的台湾年轻人，正是被香港的画面刺激到，走进了投票所。还有一个层面很少被提及，但同样重要，那就是信息战和认知作战。北京这些年在台湾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信息渗透，从社群媒体上的假消息到收买部分媒体和政治人物，从经济利诱到文化统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效果如何呢？坦白说，适得其反的成分居多。台湾是亚洲网络普及率最高的社会之一，民众对信息的鉴别能力相当强。每一次北京的信息战攻势被曝光，反而会激起台湾社会更强烈的警惕和反感。台湾甚至因此成为了全球对抗假信息的先驱。国际社会纷纷前来取经，学习台湾的事实查核和数位素养教育经验。你越想用软实力收买人心，人家就越往反方向跑，这恐怕是北京始料未及的。而且在韩战之后的岁月里，台海又发生了多次惊心动魄的危机，每一次都进一步巩固了这道看不见的屏障。1954到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解放军炮击金门和马祖，
同时攻占了大陈岛附近的一些小岛。美国国会紧急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动用美军保卫台湾和澎湖。1958年，更加猛烈的第二次台海危机袭来，也就是著名的823炮战。解放军在短短44天内向金门倾泻了将近50万发炮弹，金门岛几乎被炸成了月球表面。但金门守军硬是扛住了，美军第7舰队也迅速驰援，为国民党海军的补给船护航。最终北京不得不单方面宣布停火。823炮战的结果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离岛，只要有坚定的防守意志和外部支援，跨海攻击的一方也未必能得逞。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台湾的战略位置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被轻易吞并。打开地图你会发现，台湾正好位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什么是第一岛链？就是从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一路延伸到菲律宾的一连串岛屿，像一条锁链一样把中国的海上力量圈在西太平洋以内。台湾就是这条锁链上最关键的一环。如果北京拿下了台湾，等于直接打开了面向太平洋的大门，中国海军就能自由进出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霸权将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从冷战到今天，无论政党如何轮替，总统如何更换，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从未真正动摇过的根本原因。台湾对美国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保护的民主伙伴，更是遏制中国海上扩张的战略基石。所以第一个挡住北京统一台湾的力量就是美国，而且不只是美国的航母和飞弹，更是美国背后所代表的整套西方安全联盟体系，以及台湾在全球地缘战略棋盘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只要美国仍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保持全球领导地位，北京就必须像当年毛泽东告诫的那样，把中美关系的大局看得比统一台湾更重要。好，美国因素讲完了，我们来看第二个被严重低估的因素，那就是台湾海峡本身的天然屏障。很多人一听到100多公里觉得很近，心想不就跟北京到天津差不多吗？开个车1个多小时的事儿。但是各位，海洋和陆地完全是两个世界。在陆地上你可以修公路架桥梁，但在海上你面对的是狂风巨浪、潮汐暗流和深不见底的大洋。台湾海峡平均宽度约180公里，最窄处在福建平潭岛到台湾新竹之间，大约126公里。这个距离是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多佛海峡34公里的将近4倍。而英吉利海峡这条比台湾海峡窄得多的水道，在历史上却是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天险。它成功阻挡了拿破仑的大军，阻挡了德意志帝国的公海舰队，阻挡了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二战时期，盟军为了跨越英吉利海峡实施诺曼底登陆，动员了超过5000艘各型船舰、1.1万架飞机和滑翔机、15.6万名第一波登陆士兵，还需要精确计算潮汐、月相和天气条件。艾森豪将军原本选定6月5日为地日，结果因为暴风雨被迫延后1天。据说那天晚上艾森豪在昏暗的指挥部里踱步了整整1夜，因为他知道任何天气的误判都可能让数万人葬身海底。现在把场景搬到台湾海峡，这里的条件比英吉利海峡恶劣得多。台湾海峡因为独特的地形构造，自古以来就被闽南先民称为黑水沟。早年从福建渡海到台湾，民谣形容6死3留1回头，意思是10个人里面6个会死在海上，3个留在台湾，1个吓得中途折返。海峡常年风大浪急，东北季风季节海况极为恶劣，从10月到隔年4月，强劲的季风可以掀起好几米高的巨浪。6月到10月是台风季，台风一来，别说2栖登陆，连大型货轮都得闭港。海峡内的海流也非常复杂，黑潮支流穿越其间，暗流汹涌，对不熟悉水文的船只是致命威胁。台湾军方的研究显示，真正适合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时间窗口，1年下来只有寥寥数周。更要命的是台湾本岛的海岸地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伊斯顿仔细研究了台湾全岛海岸线后，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台湾770英里长的海岸线极不适合2栖作战。为什么？因为台湾西海岸真正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海滩少之又少，
而且即便找到了能够登陆的滩头，海滩后方的地形也让攻击方头疼不已。理想的两栖登陆海滩后方应该是广阔的开阔地，可以用来大量集结兵力和物资，但台湾的情况完全相反，海滩后面要么是台北、台中、高雄这样的钢筋水泥大都市，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就像一座座天然碉堡，要么是一望无际的水稻田和渔温，软绵绵的泥地连人走都费劲，更不用说停放装甲车和坦克了。再加上台湾西部平原河流密布，大小水道纵横交错，每一条河都是一道天然的防御阵线。台湾军方对此心知肚明，已经在所有可能的登陆点经营了数十年，每一处适合上岸的滩头都布满了反登陆障碍物、水雷阵和预设火力点，地上地下的碉堡系统、坑道工事密如蛛网。台湾自主研发的雄风系列反舰飞弹可以超音速飞行，专门用来猎杀大型水面舰艇。藏在东部中央山脉花莲加山基地深处的战机可以挂载空射反舰飞弹，随时升空出击。近年来，台湾更大量采购了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M1A2T 主力战车、刺针防空飞弹等武器，同时加速推进刺猬战略的核心理念，就是让敌人的每一步推进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解放军的渡海船团呢，它的问题在于目标庞大，速度缓慢，即便是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在横越海峡的漫长航程中也像一个巨大的移动靶，更别提那些被征用的民用货轮和滚装船了。它们装卸速度慢，根本没有装甲防护，在飞弹和鱼雷横飞的战场上简直不堪一击。美国国防部在2008年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大规模两栖入侵是所有军事行动中最复杂、后勤需求最大，因此也是最困难的一种。更重要的是，在卫星侦察和现代情报技术的时代，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和船队调动几乎不可能隐藏。光是在东南沿海港口集结数千艘船只，就会在卫星影像上暴露无遗。台湾方面会获得充裕的预警时间，足以完成军队动员、预备役召集和全岛防御部署、惊奇突袭。在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实现。好了，地理和军事因素讲完了，我们来看第三个同样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近年来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台湾王牌，那就是细盾。2001年，一位名叫克雷格·爱迪生的澳洲记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细屏障：台湾最坚实的国防》。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当时看起来有些超前，但现在已被完全验证的观点。他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中绝对不可替代的关键节点。如果中国武力攻台，将立即切断全球晶片供应，引发前所未有的经济海啸，进而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军事手段进行干预。就像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为了保护全球石油供应而组建多国联军一样。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是在危言耸听，但20多年过去了，现实不仅验证了他的预言，甚至远远超出了他最大胆的想象。让我告诉你几个数字，台湾生产了全球大约 60% 的半导体晶片，而在最尖端的先进制程领域，台积电一家公司就包揽了超过 90% 的市场份额。什么叫先进制程？就是你手上的苹果手机、辉达的 AI 运算晶片、苹果的 M 系列处理器、高通的骁龙处理器，这些驱动全球科技进步的核心零件，绝大多数都是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无尘室里一片片蚀刻出来的。没有台积电的晶片，苹果出不了新手机，辉达训练不了 AI 模型，全球的自动驾驶汽车和 5G 通讯都会停摆。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接受美国 CBS 节目专访时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事，全球经济将遭受灾难性打击。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打台湾不只是打一个岛屿，你打的是整个全球科技产业的心脏。而最讽刺的是，中国自己也是台湾晶片的重度依赖者。没有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晶片，中国的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科技企业都会受到致命打击。所以细盾的逻辑极其清晰，台湾晶片对全球经济太重要了，重要到连想夺取它的人都不敢轻易动手，因为你一打就全毁了。不过细盾也不是没有争议，美国前副国安顾问伯明就曾直言这个概念很疯狂。他认为半导体的重要性反而可能成为北京想要控制台湾的动机。
台积电前副总经理陈建邦也呼吁台湾人不要过度迷信细盾这个概念，因为半导体优势不是永久的。确实，美国正在通过晶片法案大力扶植本土半导体产业，台积电也已经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但短期内，台湾在先进制程上的领先地位几乎不可能被撼动。台积电前研发处长杨光磊就分析过，目前台积电在先进制程领域基本没有能匹敌的对手，最大的风险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战争本身。接下来我们来看第4个因素，也许是最深层、最不可逆的一个，那就是台湾民心的彻底转变。70多年前，两岸分治之初，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攻大陆、光复国土。那个年代跟着蒋介石来台的外省人，很多人做梦都想回到自己的故乡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他们坚信有一天会打回去，但这个梦随着时间一年年的褪色，到了今天已经完全消散了。各项民调数据一致显示，台湾民众中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比例已经超过 80%， 自认为是中国人的比例降到了个位数以下。即便是那些表态支持维持现状的人，也多半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成立的前提条件，说穿了就是温和版的拒绝统一。而30岁以下的年轻世代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中国大陆是一个语言相通但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度，跟他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几乎毫无交集。他们在民主环境中长大，习惯了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发表意见，可以上街游行，可以用选票赶走不喜欢的政治人物。你让他们放弃这一切，去接受一个言论审查、网络防火墙和一党执政的体制，门都没有。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原因很多也很深。首先是历史的伤痕。1947年的228事件和随后几十年的白色恐怖，让台湾本省人对外来统治有着刻骨铭心的警惕。其次是台湾自身的民主化历程。1987年解严，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台湾人一步步把权力从威权手中夺回来，建立起了亚洲最活跃的民主制度之一。这些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自由权利，一旦拥有，就再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去。而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更是给台湾人打了一剂最强效的清醒剂。催泪弹、水炮车、大规模逮捕的画面透过社群媒体传遍台湾每一个手机荧幕。北京承诺给香港的50年不变，才过了22年就食言了。国安法一出，香港的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集会权利统统被碾碎。台湾人看在眼里，得出了一个简单而坚定的结论：所谓一国两制，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骗局。法国安全专家布里塞分析得很到位，他说台湾和中国早已完全分家，而且维持现状的时间越长，台湾人就越不可能接受统一。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时间不是站在北京那一边的，而是站在台湾这一边的。每过1年，认同中国人身份的台湾居民就少一批，认同台湾人身份的就多一批。北京或许以为时间可以消磨台湾的抵抗意志，但现实恰恰相反，时间正在消磨的是统一这个选项的最后一丝可能性。2024年底的一项国际民调更是令人瞩目，2/3的台湾民众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入侵，他们愿意拿起武器保卫家园。这意味着即便解放军成功抢滩登陆，迎接他们的将不只是台湾的正规军和后备部队，还有2300万人集体的愤怒和抵抗。在现代战争中，军事占领一个民心完全敌对的地方，比攻下它还要困难100倍。看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困境就知道了。普京以为几天就能拿下基辅，结果呢，打了好几年都看不到尽头。好，民心问题讲完了，我们来看第5个因素。很多人好奇，解放军到底有没有能力跨海攻台？客观地说，过去20多年，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是非常惊人的。中国现在按舰艇数量算，已经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东风系列弹道飞弹被称为航母杀手，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连五角大厦都深感忧虑。歼20隐形战斗机已经批量服役，新型的福建号航空母舰配备了电磁弹射器，076型2栖攻击舰据报还能搭载固定翼无人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演越来越逼真，频率越来越高，从海上封锁、火力打击到2栖登陆的完整剧本，
已经反复彩排了好多遍，但彩排归彩排，实战归实战。解放军自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以来，已经超过45年没有打过一场真正的战争了。而跨海攻台不是边境摩擦或局部冲突，这是人类军事史上最复杂、最高风险的两栖作战行动。它需要海军、空军、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电子战部队的完美协同，需要数千艘军民船只的精确调度，需要在敌方密集火力打击下维持数十万人的海上后勤补给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连锁反应。要知道，二战期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进行了长达2年的反复演练和后勤准备，而且登陆当天仍然出现了大量计划之外的混乱和伤亡。比起诺曼底，台海的距离更远，海况更恶劣，防御更严密，而解放军却连一次实战级别的大规模两栖作战经验都没有。纸上谈兵和真枪实弹之间的差距，往往要用鲜血来丈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23年进行了一场备受全球关注的台海兵棋推演。这次推演设定了多种不同的战争情景，从中国单独行动到美日介入的各种组合都考虑到了。推演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景下，中国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成功控制台湾全岛。即便在某些对中国最有利的假设条件下，解放军也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推演中，中国海军损失了大量水面舰艇和两栖运输船，数万名登陆部队在抢滩过程中伤亡，而美军方面也不是毫发无损。推演中，美国损失了2艘航空母舰和多艘驱逐舰，数百架战机被击毁。这场兵棋推演的结论很残酷，台海战争没有赢家，所有参战方都会蒙受巨大损失，而最终的结果大概率是中国无法达成其统一目标。当然，兵棋推演不等于真实战争，真实战场上的变数远比任何模型复杂得多，但它至少揭示了一个基本逻辑：跨海攻台的风险之高，代价之大，足以让任何理性的决策者三思再三思。更何况中国不是孤立地面对台湾，日本是台海安全的另一个关键变数。台湾距离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只有110公里，台湾海峡更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70%的进口石油和90%以上的矿产资源都要经过这片水域。日本近年来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修改安保法制，甚至开始与台湾进行非正式的军事情报交流和联合兵推。除了日本，还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国际趋势值得注意：澳洲、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新西兰等国的军舰近年来纷纷高调穿越台湾海峡。德国国防部长在德舰穿越台海后对媒体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国际水域就是国际水域。台湾海峡承载了全球超过1/5的海运贸易量，每年有超过8万艘船只通过。光是2022年，全球近一半的货柜船都走了台湾海峡。这条航道一旦因为战争中断，全球供应链将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所以，保卫台湾海峡的自由通行已经不仅仅是美国一家的事，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但可能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国内部的政治盘算。对任何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说，保住权力永远是压倒一切的第一优先。发动对台战争意味着大规模军事动员，而大规模军事动员恰恰为各种政治风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近年来，北京对军队高层进行了空前力度的清洗，从国防部长到火箭军司令，落马将领名单之长令人啧舌。2024年五角大厦的评估报告更指出，解放军内部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损害其战备能力。据说有的火箭军飞弹发射井里灌的不是燃料而是水，一些军事设施的建设因为偷工减料根本不符合作战标准。这样的军队，你敢让他去执行一场决定国运的世纪豪赌吗？而且战争一旦打响就没有撤退的按钮。如果打赢了，代价能不能承受是一回事，但如果打输了呢？或者更可怕的是打成了漫长的僵局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摆在北京面前最鲜血淋漓的前车之鉴。2022年2月，普京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前发动了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他大概以为以俄罗斯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几天之内就能拿下基辅，扶植一个亲俄政权，然后全世界抗议几天也就不了了之了。结果呢？
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之顽强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战争打了好几年，莫斯科不仅没有达成任何一个最初的战略目标，反而把自己拖入了一个越来越深的泥潭。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全面制裁，俄罗斯被踢出了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也就是 SWIFT 系统，外汇储备被冻结，跨国企业纷纷撤离，卢布一度暴跌，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从 G8 成员跌落到几乎被整个文明世界孤立。北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可能不心惊。要知道，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远比俄罗斯高得多。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联系千丝万缕。如果因为攻台而招致类似规模的西方制裁，中国的出口贸易将遭受毁灭性打击，金融系统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科技产业将失去获取西方关键技术和设备的渠道。而且别忘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本身就不太妙，房地产泡沫的后遗症还在持续发酵，恒大、碧桂园等巨头相继暴雷，青年失业率一度飙升到令人震惊的水平，以至于统计局干脆暂停发布数据，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巨大，消费信心持续低迷，通缩压力挥之不去。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发动一场代价不可估量的战争，这不是战略决策，这是政治自杀。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战争还暴露了一个令所有独裁者都应该警醒的教训。普京原本以为他的军队天下无敌，结果开战之后才发现，军队高层贪腐成风，装备保养稀烂，情报判断严重失误，士兵士气低落到有人抛弃坦克逃跑。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2024年五角大厦的评估报告指出，解放军内部的腐败问题同样触目惊心。火箭军系统性的贪腐导致战备能力受到严重质疑，据说有的飞弹发射井里灌的不是燃料而是水，军事设施因偷工减料达不到作战标准，国防部长、火箭军司令、海军司令接连落马。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肃反，在和平时期尚且引发动荡，如果放在战时，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70多年了，中国为何迟迟不统一台湾？答案不是单一的，它是美国的军事威慑，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两栖作战的巨大技术难度，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关键地位，日本和国际盟友的集体介入，台湾2300万人民心的不可逆转，以及中国内部复杂的政治风险计算，这7重因素层层叠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看不见但异常牢固的防护网。而那位美国专家在国际论坛上一语道破的真相是什么呢？他说的话大意是这样的：中国面对台湾问题的核心困境在于风险的极端不对称。对北京而言，不统一台湾损失的只是面子和历史遗憾，党的执政合法性不会因为台湾没有统一就动摇。但如果贸然动武却遭遇失败，或者即便军事上胜利了，但经济代价和国际孤立远超预期，那损失的就是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根基、国际地位、科技发展的未来，甚至是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任何一个理性的、以维护自身权利为最高目标的领导人，面对这样一个收益有限但风险近乎无限的选项，都会选择继续等待。他讲完这段话之后，会场一片沉默，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发现，而是一个摆在所有人面前却很少有人愿意如此直白说出的简单逻辑。台湾问题的真相不在于中国不想统一，而在于统一的代价远远超出了收益，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代价只会水涨船高。台湾的民主越巩固，民心距离统一越远，细盾越坚固，国际支持越广泛，解放军渡海的难度就越来越像一道无解的方程式。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跳出两岸的框架，从更大的历史尺度来看这个问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规律。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成功的大规模跨海入侵少之又少。诺曼底登陆成功了，但那是在盟军已经取得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德国腹背受敌、元气大伤的前提下，而更多的跨海入侵计划最终都胎死腹中。拿破仑集结了近20万大军，准备跨越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结果在特拉法加海战中被英国皇家海军彻底粉碎。希特勒的海狮计划更是连实施阶段都没进入。
日本在二战末期面对美军的跳岛攻势，每一座岛屿的争夺都是血肉模仿。海洋是天然的防线，是大自然赐予岛国最珍贵的礼物，台湾海峡也不例外。从2027到2049，北京为自己设定的统一时间表横跨了20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变数太多了。中国经济能不能重新恢复高速增长？解放军能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并形成有效的联合作战能力？美国的印太战略会走向何方？台湾的半导体优势能维持多久？国际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武力统一台湾的窗口并没有打开的迹象，反而在不断收窄。也有人提出另一种观点，他们说北京真正的策略不是军事入侵，而是通过长期的经济压力、外交孤立、军事恫吓和信息渗透，慢慢削弱台湾的抵抗意志，等待一个历史性的时机。也许是美国内部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无暇东顾，也许是台湾发生某种经济或社会崩溃，也许是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的重组。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统一策略听起来更有耐心也更务实，但问题在于，台湾不是一只坐在锅里等死的青蛙。台湾有自己的民主选举机制，有活跃的公民社会，有强大的媒体监督，还有一整代在自由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每一次北京加大压力，台湾社会的免疫反应就会更强一分。这就像拉弓射箭，你弦拉得越紧，箭反弹得越远。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台海可以高枕无忧，历史从来不缺意外和误判。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全世界大多数分析师都觉得普京不会真的动手。一个独裁者在国内矛盾激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做出非理性决定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正因为如此，台湾和国际社会才更不能掉以轻心。最好的和平永远是建立在充分准备之上的和平。事实上，即便不考虑全面入侵，北京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步步紧逼，这就是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所谓灰色地带行动。什么叫灰色地带？就是在战争门槛以下，用各种手段不断试探对方的底线，消耗对方的资源，动摇对方的信心。解放军每年的环台演习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从最早的单次单舰骚扰，逐渐升级为以2栖攻击舰为核心的混编特遣舰队，长期进驻台湾东部外海。新型2栖攻击舰搭载着直升机和气垫艇，演练所谓的立体登陆战术。海警船频繁出入金门和马祖附近海域，中国民用抽沙船大摇大摆地在台湾海峡中线东侧采沙作业。更令人不安的是，连接台湾和外岛的海底电缆多次被不明船只切断。虽然无法完全确认是故意为之还是意外事件，但时机之巧合不得不让人高度警觉。这些灰色地带行动的目的不是立即夺取台湾，而是要达成几个战略效果。第一，让台湾军队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疲劳状态，不断消耗防卫资源。第二，让国际社会对这种缓慢升级逐渐麻木，等到真正危机来临的时候反应迟钝。第三，在心理上瓦解台湾民众的抵抗意志，营造一种统一不可避免不如早日接受的氛围。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心理战和消耗战，而且它每天都在进行。北京的另一个如意算盘是海上封锁，相比全面入侵，封锁在军事上的难度要低得多，而且可以避免大规模地面战斗带来的伤亡和国际谴责。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屿经济体，据估计，台湾的煤炭和天然气储备只能维持不到2个月的发电需求，原油储备约6个月，粮食储备也大约6个月。如果中国能成功封锁台湾的主要港口和航道，哪怕只是部分封锁，切断 50% 的贸易量，长期下来也足以让台湾的经济和社会承受巨大压力。不过封锁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台湾海峡是国际航运的黄金水道，封锁台湾意味着同时切断了日本、韩国和整个东亚的贸易命脉，势必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和军事干预。但不管怎样，台湾面临的挑战是真实而严峻的，台湾军方也深知这一点，近年来全力推进不对称战力建设。什么叫不对称战力？简单说就是以小博大，用相对便宜但高效的武器系统来对抗对方的大型昂贵平台，比如大量部署机动式反舰飞弹，让敌方舰队无处遁形。
比如购置大批刺针防空飞弹，让每一个步兵班都具备打飞机的能力；比如在沿海布设密集的智慧型水雷，让登陆舰队寸步难行。这种刺猬战略的核心理念很清楚，我不需要在公海上跟你的航母编队正面对决，我只需要让你渡海的代价高到你根本承受不起就行了。而对于生活在这座美丽岛屿上的2300万人来说，他们真正在乎的不是什么宏大的历史叙事或民族复兴的口号，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继续自由地上网、自由地投票、自由地批评政府、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能不能在不用担心飞弹从天而降的环境中安安稳稳地养大自己的孩子，陪伴自己的家人。这或许才是这76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背后最深层也最真实的答案。回头想想，从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的那一天算起，这场跨越了近80年的博弈经历了太多的起承转合，从韩战的意外转折到冷战的漫长对峙，从经济起飞的奇迹到民主转型的阵痛，从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到细盾概念的诞生，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破产到台湾民意的不可逆转，每一个历史节点都在为今天的格局添砖加瓦。而在这所有因素的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力量在默默发挥作用，那就是台湾2300万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坚定信念。这股力量看不见摸不住，却比任何军事武器都更加坚不可摧。有人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但我更愿意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地方。在一个庞大邻国的持续军事威胁下，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这座小岛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建立起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培育出了左右全球科技走向的半导体产业。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一个值得全世界记住的故事。